喂，这个是第36次录影。那原本要在外面录，但是可能要录好几个小时，可能天都黑了，然后室内附近又没有。你直接看内容的话，你可以直接拉时间线。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你今天已经做很重了，你有举重了，你也有练很多增强式了，也在跳上面付出很多了，可是一直卡关的话，那可能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那我自己呢，目前35等，身高176，体重77，然后摸高从280到331，总共50公分。那前面40公分就是靠篮筐终结者、Jump Manual 或者是增强式训练，还有线上课表练起来的。我重训。那现在 clean 110、115差不多，就是卡在摸高321左右，所以就是前面40公分。那最近因为34等到35等中间，有接触 functional patterns， 让我有一些想法，训练上的逻辑想法。后面又增加了10公分的高度，因为前面40公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做得到，就是你只要从没有重训到接触重训。通常增加40公分不是什么难事，我可能一开始只跳50吧，我这个也可以讲的，我尽量简单，因为这个实在是可以分太多类，太细，你要讲不完，没有参考太多文献，纯粹就是训练上的逻辑分享，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来开始切入正题。好，那现在就切入正题。SSC 大家都听过吧？伸展收缩循环，包含3个阶段：离心、转换、向心。你不管是跑、跳、投掷，整个动作流程都算在 SSC 里面。但我会觉得过度把这个流程简化了，光跳你就涵盖了多少层面的动作技巧，但是你只称作它说哦，你把 SSC 用好，多感觉一下甩边的感觉，这样有点太笼统。但我认为你要让这整个流程真正产生爆发力的核心机制应该是 Elastic Recoil 弹性回弹，所以我会着重在于讲解 Elastic Recoil 这个东西。胸宽我们会着重在胸宽这个部分，弹性回弹就有点像是身体各部位的橡皮筋，那 SSC 就是把这些橡皮筋一起拉长，然后一起放掉，制造整个动作流程的一个动作策略。所以它有一点复杂，又讲的有一点太简单，那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弹性回弹上面。这个是 functional patterns 里面很常用的训练的要素，还会连带到 tensile reaction。那这2个东西都是 functional patterns 里面很常训练的部分。那但是我们在跳跃力里面比较常听到的是前掌反射。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虽然这3个都跟弹性跟张力有关系，但差在哪里？第一个是前掌反射，那前掌反射它比较像是身体的保护机制，它是一个被动机制。你今天突然要滑倒了，突然踩到地板上，严格来讲，它比较像是帮助你停下来。之前我们学到的是，它要我们利用前掌反射，跳箱上跳下来，肌肉自然会出力，利用这个自然出力往上跳。那抗拉反应是什么？今天有人推你，你快要跌倒了，嘿，身体会撑开来。那身体撑开来的这个机制呢，就是 tensile reaction， 就是抗拉反应。我今天排列快要垮了，我今天关节不稳定了，那你的身体会撑开来，稳定住你的关节，稳定住你的排列。那我们这个就叫做抗拉反应。那个第3个就是我认为对跳跃力最核心的重点，就是 Elastic Recoil 弹性回弹，它涵盖了筋膜、肌腱、肌肉、关节，全部都包在一起，所以它能够储存的张力是最大的。那储存张力最大，那表示你能释放的张力的力量也是最大的。就好像你看到猫跳啊，或者是老虎跳，那他们在跳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的关节幅度摆动的很大，它可以利用这种压缩回弹跳过去，可你也不知道它怎么跳的。那我们待会会解释一下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运作。OK， 先小总结一下，虽然这3个呢都对你的弹跳力有一点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Elastic Recoil 弹性回弹是最重要的。你要有良好的弹性，该有哪些身体条件？需要的条件是排列、协调、抗拉反应、下肢刚性，还有节奏跟失重。那最后是体感整合。好，那我们先从排列跟协调开始。
排列呢，就是说我现在在静止的时候，我站着，我重心有没有踩对，脚掌有没有踩对，力线一路传到膝盖，往上传到骨盆、腰椎、胸椎，还有这个肩膀、手，甚至头部、肩胛骨等等，你这些关节的位置有没有摆在最有效益的位置，力线最流畅的位置，协调。那协调的部分就是你在动作过程中，你的排列有没有在最好的位置上啊？因为人体是3D 的嘛，这一些关节的位置都会牵扯到你力线传导的顺畅程度。今天即便你有200公斤的腿力，但是因为你的协调不好，你发出去的力量可能打5折，剩100。好，抗拉反应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稳定你的排列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东西，你只要抗拉反应做得好，你要先把排列跟协调做好，那抗拉反应支撑起来的，才是你应该要稳定的排列状态。下肢刚性就是说你触地的那一瞬间，假设我脚掌软掉了，是翻了，或者是重心跑了，动作跑掉了，力量直接传不上来，因为它是第一个接触地面的地方。节奏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不一定。那节奏最好的例子是荡秋千，如果你的节奏不对，你根本荡不上去嘛。那如果你节奏对的话，你就会荡得很轻松，而且可以荡得很高。带到步态里面的话，后面会告诉你这个怎么训练。那失重我们有分2个，一个是向下失重跟向上失重。可是其实你向下失重做得不好的话，也不会有向上失重。那向下失重是什么？就有点像是我只往上抬，然后让它自由落体下去。这个就是向下失重，因为你在失重的时候，身体是放松的，想要往下踩的话，我的肌肉是紧绷的，紧绷的肌肉对抗很硬的地板，这样只是互撞而已。可是如果你今天失重做得好，身体是放松的，组织拉开，协调是好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帮你储存力量。能够把失重做出来的前提是你要有好的节奏。你荡秋千荡上去，你才有下来那段失重的过程。2017年还是2018年，徐国峰老师他有讲过，跳跃力是上肢的向上失重。我们知道胸椎是人体的第2重心，第1重心是髋关节。你只要耸肩，其实你就会觉得脚比较轻。我做向下失重的同时，肩膀下来，我们就已经在做弹性回弹的压缩的部分，是有点像2个弹簧被挤。胸椎光这样子，这样你可以想象成这个弹簧，因为撞到髋关节，髋关节也是一个弹簧，2个弹簧相撞，但是呢，上面那个弹簧拉长、缩短，缩的比较多，然后往上弹，所以它先被弹上去。那为什么它被弹？因为下面也是一个弹簧，它稍微被挤了一点，这个想象力要好一点。挤上，我弄一个 ChatGPT 的图在这边。你已经做到弹性回弹，然后就是挤，然后它把它弹上去又撑开来。所以其实它是有一点顺序在的，你的胸椎可能会先完成这个动作，弹簧、髋关节的弹簧也会被触发嘛，所以下肢也会弹。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其实你的腿不太有很大的机会是需要用力往地上蹬。整个机制就是利用你的动作协调排列、抗拉反应、失重去储存很大的能量。你只要不要让这个能量消失。下肢要做的事情是排列做好，身体撑好，刚性做好，动作做好，不要让力量消失，你就上去了。有一个很好笑的图啦，在旁边了，等于说，如果我向上失重的速度越快，释放的力量越大的话，其实对跳跃力也是有帮助的。讲起来有点复杂，看能不能剪辑把它简单一点。最后一个是体感整合啊，我们都骑过脚踏车嘛，我们在做体感整合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上去踩2圈5组，不会这样练嘛。我们现在骑脚踏车上去是什么都不用想，踩了就走了。体感整合就是把刚刚所有东西通通都整合起来，那你之后你跳，你就是动作就是这样，你想都不用想，可以去修正
我能不能做得更顺畅？立线可不可以更精准？小结一下 ，OK， 下一段。操！那假设你已经抓到了这个弹性回弹的感觉，你已经整合好了，你觉得你已经没办法再进步了，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还是要提升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回去刚刚那个循环里面，你去看哪里好像比较弱，去提升它嘛。还可以做什么去提升弹性回弹的这个强度？第一个是动作幅度，你靠腰，光摆大一点点，你能够储存的张力就会变多了。你摆手的速度也必须加快。第二个方法是节奏的速度，很多人会因为速度快就少了失重，那你就没有办法储存到张力。有时候你会发现，跳的好像比原本慢的节奏还要差。可如果你已经像我刚刚讲那个程度的话，那你就可以试试看，把节奏速度提升，但是你要保留前面那些基本素质啊。最后一个是最难的，提升多面向的弹性回弹。我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弹性回弹？这样是不是？投篮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弹性回弹只限于胸跟髋，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如果你已经很强了，你还要再更强，那你可以增加这些方法。举几个例子啊，像黄世伦、T-Dump， 他们除了原本我刚刚讲的机制之外，他们甚至在触地的瞬间踩地板，还会对地板做旋转的动作，脚底旋转的动作。那这个我就不会。然后像有一个 Dump， 他的折叠比人家还多。通常你把基础做好，你可能就跳超过100公分了，再往上到110、120，变成要发展这个多面向的弹性回弹机制。然后这些人有个共通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的抗拉反应已经反映在他们常驻被动的体态上了。像 King Deck 还有 Tony， 他们的上半身稳定排解已经可以被动发展，已经把脖子弄到快要不见了。太好，哥找脖子啊！小结一下，右小结，好。讲完了前面那些，你已经知道怎么练了啦，是简单提供一下怎么练。我比较不会拆得太细去分，我能够 CP 值越高越好。最简单的就是次组，容错率最低，被动的找回你的身体排列好，协调会慢慢变好。用次组去训练节奏跟失重，感受弹性回弹机制。你的身体已经习惯没穿鞋子的感觉，你就用没穿鞋子的感觉去做这些运动。那我自己啊，每天走3000步开始，从基本走路，然后去找弹性回弹，感觉一下，我胸椎可不可以摆大一点？还是说我的摆手摆大一点，往下压多一点？弹性回弹有没有更好？脚是不是能够更省力？那跑起来的话呢，上肢失重有没有带好？像我的弱项就是向上失重，所以我只要加强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提升非常多的跳跃力。你会发现马克操跟很多增强式，我自己都练绑顶，因为可以带很多的向上失重。当然，你次足在草地上是更好啦。有人想要知道我自己的课表嘛？其实也还好啦。好了，讲一下好了。举重我主要目的是因为我想要把向上失重练好一点，所以我会练举重。OK， 我们快要讲完了哈。下面呢就是来 QA 了。我站累了，我坐一下。有一些这个粉丝呢给我们的一些提问哦，主播，那请问深蹲硬举你怎么没提到呢？那深蹲硬举呢，不是说不能练，你今天已经把你的跳跃力、体感已经养得很好了。那如果你今天深蹲硬举的强度很高，那是不是你的体感会变成你很会深蹲硬举，不会跳，或者是说它会破坏你的体感？这么多的训练方式，你的协调好了吗？排列好了吗？你的助跑技巧好了吗？节奏失重好了吗？回答我！你都做好了，你觉得深蹲可以帮助你其中哪一项呢？ Look at my eyes！ 如果你觉得 OK， 你就去练啊，对不对？硬举你觉得 OK， 你就去练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来下一题，
举重呢？这也是实验性质的，等于说我如果今天把向上失重的强度跟速度拉起来，我其实比较推荐 hand clean 的，但是我现在不会。接杠的时候还可以练到抗拉反应。有没有建议要练到多强的下肢强度？像何老师说建议啊，说可能深蹲至少要到体重的几倍。因为其实你排列跟协调好的话，你施力就会很精准，可能就可以发挥出很好的力量，你深蹲就很容易到达那个倍数。那你这样，你到底要先练深蹲，还是先练排列跟协调？回答我，对不对？另外一部分就是人体没有那么弱了，你的下肢肌力也会向上适应啊，所以它也是会慢慢长肌肉，慢慢变强了。来，下一个问题，这个不错哦，主播，等长爆发是在练什么？等长爆发其实还不错，我每次都忘记练，我先顶住顶着，我力量传上来，我不知道我顶的位置好不好，力线精不精准。你把它顶好之后，你会发现前2秒可能你在找那个位置，后3秒你顶住，你知道了，你已经确定了这个位置，但你用全力去做，这时候你的神经适应就知道说，哦，这个位置是好位置，这个位置融入到你的体感里面，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QA 这边做一个结论。如果今天你的问题不在重训上，你就不要把重训当你的解决方法。但如果是，那你就去练。结论就是提到这么多，希望有帮助到各位，就是说，跳跃力一直蹲，然后一直练这样是遇到瓶颈的，我还可以练什么？可能有少讲到，也有可能很多讲错的，也有可能未来我会想到别的东西，而且我也没有讲到旋转啊，还有呼吸怎么弄啊，还有助跑跳技术啊，这个部分。那助跑跳技术，我上一步第一个要点就是真的想要跳，通常是5步嘛，1、2、3、4，两脚同时。主要拍这部片就是因为看网络上好像很多人会练几个动作你就跳超高，我自己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好像比较多，不然每个人路上都暴扣啦。我是有突破了这个门槛嘛，那我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有帮助到我，那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们。那我们平常呢走路就把这个机制带上吧，弹性回弹的机制。拜拜。涼風輕輕吹到，似緣盡了我衣襟，夏天都會聽不見聲音。